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新加坡的5天4晚穷游实在是太考验体力了。原本还想着继续从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的，都不得不改变计划，先回曼谷休整几天了。这一趟原计划只花$400的挑战算是失败了，但是行程却是成功的，收获满满，将大部分的景点都浏览了一遍，还感受到了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氛围，实属是难得。行程中的视觉享受和体力消耗基本上是成正比的。这一次住青旅的体验也令我明白到了青年的真正含义。上一集分享了第1、第2天的行程，这一集继续和你分享最后3天的行程。今天是新加坡的国庆日，说是从傍晚开始，在海湾会有空军的表演，难怪市场这里有好几家店都关门了，估计就是放假去看表演了吧。也好在也还有几家店是如常营业的。这边的食物就不用说了，用粤语来说就是同声同气，也就是非常对口味就是了。毕竟自己从小就是吃这种食物长大的，但是老挝人就有一点不习惯了，他们比较重口味一些，但是他也知道这是穷游，不敢有任何的要求，感觉他是在进行着荒野求生的节目一样，只求能够以$400顺利的活过5天就行。在这2天里，我发现了2个小细节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一个是在新加坡买矿泉水，还是从机器上面买是最便宜的。安利到了。第2个细节是，这种机器你要先放钱进去，再摁你要的产品。如果你是先摁了再放钱，它是会一直把钱退回来给你的。这个信息如果有用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。我在诉苦说新加坡的物价高，老挝人何况不是呢？相对他而言，老挝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是物价高的，并且是几十或者几百倍。我在仰望别人生活的时候，也有人在仰望着我。所以我一直在对自己说，当你觉得生活不如意的时候，要知道还有很多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呢。反之，你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形。下午5点半，金沙里面人潮已经明显的涌现了，特别是靠近海滨的那一边，因为那里有大型的屏幕直播会场的实况，并且是正对着隔着海湾的主会场。如果有什么烟火特效什么的，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得到。所以商场的正门都已经被锁起来了，不允许更多的人群进入，我们就被分流到了侧门那边。但是没想到这边的人也是这么的多，似乎站的地方都快没有了。ใช่นะที่ถ้าใกล้ๆนี้พวกเขาก็น่า好在5点48分，礼炮打响，空中飘着彩烟的时刻，我们并没有错过。接下来的就是海军的潜水员从6000英尺的高空跳入海湾的水里。还有5艘舰艇航行在海湾当中，可惜我们这种小型拍摄设备是没有办法捕捉到的。很多新加坡人都穿上了红和白色的衣服，因为这是他们国旗的主色。估计他们下午2、3点就已经带着椅子或者垫子过来占位了吧，否则是没有这么靠前的位置的。我们就这样站了1个小时之后，
也不得不蹲了下来，用手机直播看看主会场里面在进行着什么仪式。原来上空有直升机带着国旗飞过，随后战斗机伴随着一声巨响从头顶掠过。这个时候考验的是你的眼睛快还是你的手机快，更加考验的是你决定用右眼来看还是用手机来拍。我们在外面已经站了快1个半小时了，需要回到商场里面去上厕所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我不得不先买一盒豆沙饼顶一下。我们还要继续回到刚才那里看烟花的，但是警察只好临时的将进出商场的这条通道给堵死了。如果要进出，就得绕到更远的地方去。我们刚好被卡在了这条通道的尽头，大家都向着这里挤过来。因为围挡太矮了，看不出来这里是前无去路的。好在这个时候，也算是还了个心愿吧，还是看到了这30多秒的烟花的。但是当大家将手机放了下来之后，又开始恢复了像无头苍蝇一般的行程。我担心活动结束之后，大家都赶着去坐地铁，可能会更加的拥挤，所以决定现在就离开。当我们坐地铁回到牛车水的时候，刚好远远的看到烟花的完美 ending，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รู้แล้ว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ร้องเพลงที่นั่นไม่ใช่พวกเขาเอาออกไปที่นี่หรอใช่เขาหน้าที่นี่นะบลูน่านี่นะนี่สีขาวๆนี่ไม่ใช่เขาไปแล้วรู้ได้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นื้อเขาเยอะๆอันนี้อยู่ไม่เห็นหรอ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็ว$1 5 นาทีสัก$10เหรอใช่$10ทำ1 ครั้ง Oh my god Thank you 昨天从56楼楼顶看到的这一片又绿又有科技感的滨海湾花园，今天决定要来参观一下。特别是当中的超级树，真的就像是画家的一幅艺术作品，而且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作品。公园入口看到的这一棵，才稍稍的将我拉回到现实中一点点。现场买门票是46块新加坡元。我从国内的手机旅行软件上面买到的就是28块新加坡元，包含了参观花丛和云雾林，也就是花园里面那2个造型像是贝壳，但是又充满未来感的建筑。遵循先苦后甜的原则，先参观在户外的擎天树，也就是超级树了。说这里是花园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。各式各样的绿植将现代的水泥建筑包裹着，这些超级树的核心部分也是水泥建造的，所以是不需要担心它的安全性的。它的内部甚至还有电梯呢，但是你得花14新加坡元买票了才能够乘坐。坐电梯上来就是为了走这条128米长的空中步道了，它穿行在5棵树之间。
工作人员特别提醒，在上面不可以打太阳伞，并且在上面停留的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。从上面可以看到的风景，并不比在56楼空中花园看到的要多。也许参观那棵最高的超级树会更有价值一些。你参观过了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和我分享一下你的体验。这些超级树不只是肩负着美化的作用而已，同时还可以收集雨水，产生太阳能，并且它还是花丛和云雾林2个场馆的通风管道，将白天收集到的太阳能转化为夜晚五光十色的灯光秀。我就不想说了，因为我了解这个信息太晚了，没有看到灯光秀，只是看到别人发的美图而已。终于进入花丛了，好凉快啊！这里就是2个贝壳当中左边的这个，它可是全世界最大的玻璃温室，并且放眼望去是没有任何的立柱阻碍视野的。它的温度终年保持在23到25度，不只是适合生长在这里的3万多株植物，对游客来说也非常的友好。大家走路的步调都明显的放慢了。这里是有上下2层的，进来之后向右边走就是2楼了，大多都是热带地区的绿色植物，像是仙人掌之类的。如果你不认识也没有关系，旁边也会附有介绍的文字的。如果你想要看鲜花，就得从刚才入口向左边走了。我们来的这一天刚好是在举办兰花盛宴，的确就像是眼睛的自助餐一样，可以让你一次性的看到饱，看到够。可惜的是，我看到宣传图上面有很多的郁金香，一心想要看到它，结果在这里硬是转了2圈，连不该去的角落都去了。最后将我的体力全消耗光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而老挝的朋友对这里兴趣就一般了，他更加感兴趣的是云雾林，因为那里是有恐龙的。更加有趣的是，他直到现在还是认为世界上是真的有恐龙的。尽管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和他说恐龙已经绝迹好多年了，如何如何的，他依然还是说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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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 don't think s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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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It's never, ev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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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 gonna happen. 这也就难怪他看韩剧《爱的迫降》的时候会问我说朝鲜不是不开放和外国接触吗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去那边拍摄的？我当时真的是，也好在他坚持要进来这里吧，否则又饿又累的我是不打算进来的了。那就真的会错过这一个目前为止我认为新加坡最值得参观的景点，即使没有恐龙做装饰，也是非常值得参观的。游客们像是穿行在布满了茂密植被的雨林当中一样，心里有一些好奇，还有一丝紧张。你从下面往上看是一道风景，弥漫在空气中的一定不只是云和雾吧。而当你从上面看下来，又是另外一道风景，一道只有在幻想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风景。在这里，你拍别人，别人也在拍你，你我都变成了彼此的风景。这里可看和可拍的实在是太多了，
从里向外，从高到低，从左到右，既像是线条，又像是形状，并且全部都是立体的。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设计者的大脑是怎样的一个构造，怎么可以设计出来这么梦幻的作品呢？我试图透过视频的剪辑，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但是现在我要放弃了，实在是太累了。这里像是没有重点，但是又处处是重点。一共有7层楼高，现在我才剪了3层，就剪不下去了。Sorry。一口气逛了4个小时的2个人，有点撑不住了。其实真要看得仔细的话，我劝大家还是每次只参观1个场馆就好了。像是云雾林，我们只是参观了1个来小时，真的就只是快速的走了1圈而已，感觉是浪费了半张门票。现在向着金沙大楼走回去，会穿过印度花园、中国花园等等几个主题花园，但是我们已经是在赶路了。原本是想着休闲的 City Walk， 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得不 walk 了。回到金沙之后，又累又渴又饿，我又有借口去娱乐场了，因为里面的餐厅好像并不比商场里面的贵。味道不错。今天要飞回曼谷了，早上下雨，又有理由可以不坐地铁去了，顺便保持体力去参观星耀张仪嘛。虽然之前我已经参观过1次了，但是当时还没有开始成为 YouTuber，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如何通过视频去表现它。这一次决定要好好的用录影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。但是研究了一番之后发现，昨天云雾林的视频剪不下去，不仅仅是因为太累了，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太难了。就像这个模型这样，我在试图用平面的思维去研究它，但是它其实是立体的，只有用立体的视觉才能够了解它的全部。所以大家还是亲自来一趟新加坡吧，你一定会大开眼界。这里充满了游乐园的味道，它是美景的游乐园、美食的游乐园、购物的游乐园。所以我和老挝的朋友说，จริงๆนะถ้า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ที่ยวหนังวังอยู่ก็เที่ยวได้มีแต่เยอะๆลองยังไม่ไป。新加坡是真的太好逛了，住在青旅的这4天里，在这里插入的说一下青旅的价格，它是平均55块多美金1晚，所以我们整个行程人均花费是443块美金，比原计划花多了43块。在青旅的这4天里，天天睡醒了就是出去逛，风景是一道接着一道的，你想停下来都不行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原本以为一定会累过头，没想到起床的时候，昨天的那种累到想要立马倒下的感觉居然消失了，就像是又重新的活过来了一样。难道正是这种每天的步行运动，令我又回到了青年？
又或者是因为我来到了一个乐园，让我忘记了自己已经不再是青年了。青年时期的我，只是为了生活而活，为了乐趣而活，为了追求美好而活。累了就睡觉，醒了就到处去找乐子。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似乎更多的是在担忧失去，怕失去健康、财富、亲人等等。然而，失去不是人生的必须过程啊，我们是改变不了这个过程的。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心态而已。想想市场里面那些摊主老板、老板娘、开的士的司机、汉堡店里面工作的人，他们依然都是在用青年的姿态面对生活。国庆歌曲里面有一句词：这里是新加坡，我们都曾经一无所有过，现在拥有的不算什么，但是比别人珍惜的多。青年过后，我们并不是失去了它，而是比它更懂得珍惜了。还是回到现实吧，新加坡机场的值机基本上都是以机器代替人工的了。进出海关的时候，也不是海关官员帮你来盖章的，都是机器操作。这里的安检也非常的特别，它是设在了你的登机口，而不是刚刚进入海关的那个区域。新加坡人对国家的珍惜是源于他们对规则的守护。这边登记的先后次序是严格的按照机票上面标明的分区来进行的。如果还没有轮到你，不管你怎么大声的吵闹，都是铁定不会让你登机的。如果机舱行李架过满，空服是敢于广播，让乘客将小件的行李放到座椅底下，留出一些空间给其他的乘客的，否则飞机将是无法起飞。而这位乘客也用实际的行动表达了他对国家的珍惜，也希望我的劳动能够得到你的珍惜。如果你能够看到现在的话，证明我的剪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所以还请帮我点个赞哦。电视遥控器也是可以点赞的。谢谢你的观看。